昨天收录赛决赛，首先第一把是昨天的败者组争夺这个季军，当然这个奖金的话都是一样的，第3名和第4名奖金是一样的。结果他们打的比冠亚还激烈，主打一手不为别的，就为争口气。这把也是8强以来第一个上单 AD， 但是前几天滑板鞋的话上单被削了，但是来上路欺负短手还是很强的，给了诺手很大的压力。这个诺手的话也是前几天我一直比较看好的，只是可惜4强的话遇到皮狗了，但他依旧是8强以来唯一一个单杀皮狗的。然后这一波的话是交闪逼出滑板鞋闪现，我们看这个召唤师技能，它还有海闪，所以上波闪现换闪现。那这里的话应该就要动手了，直接海闪拉过来 A 一下接 Q 技能，再 A 接 W 4层旋路，再来一下，继续跟着 A， 等拉出距离了摸不到了再大招 P。虽然滑板鞋开出了屏障但是屏障的持续时间远远短于血怒，所以这波博弈的话诺手赢了，然后回家做了冰心。现在轮到滑板鞋坐牢了，这里趁滑板鞋踩踏蟹靠近过来平 A 起手，走出范围之后呢再拉过来 A 接 Q 技能，立马再跟一个大招，先把血量压下来，然后回家买推推棒，这边的话 Q 推推棒直接拉到，再来一个 A 接 W 再 A 一下。这里我以为他要走的结果这边还要动手 Q 闪，滑板鞋往后拉，不过这边的话撞墙了那这边的话第一把结束了，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上单近战打这个长手的典型。然后第二局的话滑板鞋换成了拉夫，典韦大战程咬金看谁更猛。首先一级抢线的话诺手肯定抢不过的，因为拉夫带着屏障的血越少攻速越快，看似血量是劣势使得诺手得跑了。然后拉夫回家上线先丢个斧头，然后过来 A 一下，再进草丛捡个斧头，再丢一下，消耗的很完美。诺手只能靠这个外圈 Q 来消耗，但是你一 Q反手一个 E 技能，你换血还是亏的。所以说诺手的话得需要拖到9级，有了2级大招之后打出血怒就可以拼了。然后这一波的话拉夫草丛丢个 Q 减速到了直接 P， 他以为诺手不敢打，结果这边的话诺手直接反打，4层血怒再 Q 一下5层，再 A 一下大招直接 P， 拉夫开屏障结果被拉扯了，然后诺手起杀心 Q 闪被预判了。然后下一波拉夫直接一技能先手，诺手拉过来，拉夫直接开大想躲外圈的，没有躲掉被打出血怒了，但是拉夫还是不怕继续刚。但是9级的诺手这个数值的话已经是高于拉夫了，但是拉夫还多了个屏障，所以这一波吃完果子拉夫没有回家，选择回来继续打。这里的话 Q 减速到了，先开屏障跟着 A， 再一技能一砸 Q 技能减速，但是伤害的话还是差一点。然后看一下两边的装备诺手是护甲鞋黑切小重伤，拉夫是黑切护甲鞋石像鬼。这边直接开大招，诺手直接跑等你大招消失，等你没大了诺手的话开始往前走，假装回头拉过来 A 接 Q 技能，再 A 接 W A 出最后一下打出血怒，再往前跟着 A 打到半血直接可以斩，但是外圈空了拉夫以防万一开个石像鬼。然后这一波拉夫抓住机会，趁诺手没大主动过来打，即便是 Q 空了但这边的话因为诺手没大呀，所以说拼到底的话诺手打不过，只能交闪跑，但是拉夫抓住机会跟闪杀掉。由于复活时间过长这个塔的话拉夫直接推了，所以目前1比1战平。然后来到第3把，虽然上把诺手没有打过拉夫但是他还是选了，主打一手自信依旧是上来拉夫一级抢线，诺手感觉抢不过所以说边打边往后撤。这边想临走之前 A 个5层血怒的，但是拉夫不给身位。然后来到下一波兵线，拉夫直接 Q 小兵顺便升3级，主动往前给一个 E 技能，但是诺手的话不怂W 减速，但还是不能打，因为没到3级。但这个时候空投一刷3级了，拉夫着急抢这个空投，导致被诺手直接打出血怒，然后一 A 外圈刮血怒 W 直接送走。这一波拉夫着急了为了抢空投，然后上线之后呢趁诺手踩踏蟹直接 Q 技能打断，主动来打这边很狂，正所谓收录赛谁怂谁孙子。诺手也不怂，外圈刮直接血怒 P， 拉夫屏障挡掉，但这边的话应该留死了呀，但是他极限的 A 了一下小兵回口血，闪现再拉走，这个处理思路很极限。然后这边的话草丛诺手海闪蓄力，出草丛直接 A 接再平 A 拉过来一个 Q 技能，虽然没有打到外环，但是9级的诺手懂的都懂，拉夫依靠屏障以及 W 的护盾勉强顶住了，但是塔的话没了呀。但是诺手没有选择推塔，他想凭借2次单杀来赢，因为昨天他对战皮狗就是在单杀一次的情况下，他选择出狂徒稳一手，然后呢第一把就输了。所以说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。然后来到决赛冠亚之争，2局的话是皮狗，凯南是昨天那个树门炮杰斯，但是他的绝活被ban了，双方都ban掉了杰斯，这个时候呢就看英雄池了。但是据我了解右边的绝活是杰斯和拉夫，其他绝活的熟练度没那么高，但是皮狗是老油条没了杰斯和诺手还有鳄鱼什么的，所以这个冠军之争打得没有那么激烈，不如刚才的季军战。但是前面凯南这个拉扯还是很好的，把鳄鱼耗成了半血，再跟一个 W 被动，可惜这个 Q 被扭了。然后凯南去上面踩插蟹，
鳄鱼抓着这个空隙啊，赶紧升5级。然后这边的话已经4级了，马上就5级了。升完5级准备发难，后撤步开大招，一技能直接咬，再跟一个平 A 红怒一技能穿过来，再接一个 Q。AD 凯南大招是没伤害的啊，所以说这一波的话，鳄鱼赢了。这个上单长手啊，只要是对吧死一次，那后面就很坐牢了。甚至鳄鱼塔下开大招直接打，反手一技能穿出来骗个大招，然后凯南探草啊，鳄鱼趁机对吧减速偷袭，开大 EAQ 接 W， 直接打成半血，再往后穿断凯南后路，凯南只能交易啊回塔下。鳄鱼一个护甲鞋，一个巨人腰带，凯南根本打不动。那这波回家的话，饥渴出来了，冰藏鳄鱼要来了啊！然后这一波的话又是空投，鳄鱼直接打，咬住带 Q 啊抢空投，但这边的话没打算走啊，开大反打，大招触发冰藏啊！这边的话移速很快，还有减速，用这个果子逼凯南过来打，凯南晕住啊，但这边的话没有 A 到果子，鳄鱼的话往外拉，再穿进来一个 W 直接拿下，这波拉扯很完美，冰藏鳄鱼是对的。然后第二把他选择了武器。皮狗又是鳄鱼，一级的话开 E 技能啊，直接上去打，打完之后呢往后撤。鳄鱼的话小碎步往前，武器只要 E 技能用完了，只能往后撤。这边鳄鱼被他打了一下，还被晕住了，但是换血的话 A 接 W 还是没有亏多少。然后武器觉得啊我血量高，我可以打，再往前接一个 AW， 但是鳄鱼的意图很明显，你跳上来跟我打，我去后面清那个兵，我升3级给你反杀。武器向前给压力啊，不过这边的话已经3级了，赶紧跑，但是跑不掉了也挨了个 W， 但好在回头 A 了个不灭。然后这边的话血量差不多啊，双方3级，武器的一技能还没好啊，先手 W 被咬了一下，武器打鳄鱼啊，换血想赚的话就得用一技能挡住他的 W， 但这一波的话啊，主动跳上去了，把一技能交了，那这里的话鳄鱼抓住机会啊，给他反杀了，没办法，他的武器熟练度不是很高，毕竟他的这个树莓炮杰斯被办了啊，还有拉夫，所以只能选武器了。这边的话他攒了个强化平 A 啊，跳上去打，但是他的一技能刚用完，所以反而呢被鳄鱼打了一套，甚至鳄鱼还没走啊，还进来打了个红怒 Q， 然后武器的话很不服，跳上去打了一下，开一技能，鳄鱼的话反手卡身位，武器只能赶紧晕住往后撤，趁着一技能还没好往前压，直接咬住武器，这边的话啊没了。虽然是冠军赛啊，但是这个激情的程度啊不如那个季军赛，所以当时很多水友啊说看得不过瘾啊，要求我去挑战他的鳄鱼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是他的鳄鱼挑战我，看过铁甲小宝没啊？为什么蜻蜓队长是裁判？他直接不敢玩鳄鱼了，看到没？这就是裁判的压制力。然后他上线啊，用这个表情迷惑我，我还在考虑应该对吧，给他回一个什么表情的，趁机搞偷袭啊，不讲武德。让你看看我的武器，手持电棍把你敲，升2级直接跳羊头，敲他一棒子，一技能晕住往上面拉。然后他利用打胶啊买了魔抗血，我打不动他，所以说只能猥琐塔下清兵。最稳妥的打法就是憋神分，但这边的话他撞进来了，我靠，闪现敲你的大头，再晕住啊平 A 啊平 A， 我靠，他有鞋子比我跑得快，迅捷加速再接一个 W 啊差一点，然后他踩塔蟹啊还不走，我跳上来敲你头，他 Q 减速我接个 W 撞上来，我们交一技能抵消一点伤害，但这么耗的话我蓝快没了，所以只能猥琐一下把这波兵清了，等回家做魔抗鞋。但是他不让我走啊，给了我个点燃，还用沙蟹一直点我塔，然后他开大了啊，还预判我会跳兵，真的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步，太高看我的上单水平了然后这边的话还想杀啊，我们直接啊跳羊头，赶紧啊把这个沙蟹清了，顺便抢这个沙蟹，但是他不让呀，我想清线赶紧回家，他就是不让我回，我只能靠迅捷步伐来线。哎，只能说对吧，玩什么武器不如玩杰，如果是杰哥的话啊，必斩他于马下。这边的话是真顶不住了啊，只能走了，这个塔的话应该拆不掉。这边做完魔抗鞋，我们直接啊跳上去跟他刚打一个 AW， 再接技能甩他一下，他给我晕住了，我们往后拉，还过来追，直接开大，虽然打不动啊，但这个气势要打出来。他回塔下，我们这边的话准备走啊，结果他给我撞起来了，还在拉扯我已经有点红温了。你要换正常对局，我已经叫打野了，但是 solo 的话啊，只能有气憋着。不过这边的话线推了啊，我们准备回家，结果他干嘛呢？不让我踩插线，嘿，我这逆反心理，你越不让我干什么我就偏干。我们俩直接围着厕所啊开始博弈，他 Q 技能打断我，但是你总得回去清兵吧，我就踩，结果他还开大，有必要吗？不就一个沙蟹，我开一抵消点伤害啊。这边的话，我感觉他不是在跟我博弈，他是他妈在耍我，他明知那个桃李有眼，他还当着我的面打胶，堂堂 B 站主播当着别人的面打胶，你是想被举报了吗？我只能被迫啊 Q 出来闪现跑，然后回家补完状态，终于把这个沙蟹踩了，然后直接给你上压力，跳上来直接敲你的羊头，再一技能哎晕住，哟呵，这都能敲到1岁吗？然后各回各家补状态，但是你们都看出来了啊，是我把他压制了啊，
在塔下丢了个 Q 啊，还撞了我一下，我这 E 技能敲一下，但是换血居然没换过，又给我个柱子，我再敲你一下，哎呦，我再 Q 上来挑你，再一个 W， 哎，有本事你打我，吆喝干嘛？我靠，完了，天上下不来了，好在大招的双抗顶住了，然后他 Q 闪跟上来啊，没事，对吧？还有一次机会。回家之后呢，神分没有做出来，但是买了个贪欲九头蛇，反正钱不够啊，先买个这个用着。现在我们得考虑活下去，因为这个神分还没做啊，打不过。等做完神分啊，就可以压制了。但这边的话什么意思啊？直接开大了吗？又给我来了个易碎啊！我们大招顶住啊，开技能敲你啊，再敲你。但是好在啊，符文里有个小护盾。然后他突然不动了，是挂机了吗？哎，没有挂机，在骗我，陨星炸我，我往后闪，我再给你一个啊贪欲 W 引燃，哎。当时还有人问我，你买贪欲干嘛？其实是我买石像鬼啊，点错了。那这个时候神分做出来了，轮到我上脸色了。你敢撞我就敢敲，大招一技能，哎，打的状态，杀不了啊，但是对吧，得凶一点。这里的话，哎，撞不到我，打一个易碎我是不怕的，再用神分回口血。然后他还不服啊，回头撞我，假装往后走，然后再跳上来骗他撞过来。开一技能想晕啊，他不给我机会。然后这边的话 Q 没中啊，不用怕，等他没技能了，跳上来敲他。借一个 A 接 W 往前 A， 这边的话撞我，开技能抵消伤害，跳上来晕住，抵消了也没用啊，神分的力量，再贪欲震一下，赶紧推线啊，这一波可以越，但是不能太耿直的直接上，得把他一技能骗出来，不然就被反杀了。所以我进塔直接放一技能啊吓他，但是他很稳啊，不交，我们往后走一下，别被撞起来。他想趁机一碎秒我们啊，贪欲吸口血，再跳上来给他一棒子，结束啊！裁判到底是裁判，看到了没？别问我为什么他玩山羊，因为裁判有特权，5个半位，我给他全办了。